晨儿，高云福那丫头竟对你用情至深。您可以怀疑铁树开花，但无需怀疑高云福爱苏晨之心。他爱我，愿意为我付出一切，只为换取我对他高看一眼。此事你务必要处理好，免得被人诟病，影响侯府声誉。最好让高家丫头亲自把这些酒送来侯府，如此那就不是我们侯府的意思，是他自己赶着要贴上来送的，你明白吗？母亲这是同意了。既然他如此倒贴，那此事就交给晨儿来安排。切记要最好的酒，别让人回去议论我们，说我们不尊重客人，舍不得花银子，明白吗？世子，姑娘有事找您。母亲，孩儿先告辞了。看看他有什么需要的，马上就要嫁进来了，让他不必和我们客气。是，母亲。苏嬷嬷，夫人有何吩咐？让你上次去问的翡翠院现在什么价？夫人，那卖宅子的老板说了，看在老爷的份上，他给我们2万两银子，还送一小栋单独的庭院。2万两？夫人，这价格您不是早就知晓了吗？老板说了，让您早点下决定。喜欢那套房子的人很多，可能下个月就没了。哎，不行，那套宅子我娘很喜欢，不许张老板卖给其他人。去告诉张老板，就说那栋宅子别卖了，本夫人要了。可是夫人，我们哪来那么多银子买宅子呀？高云福连宋月这样的情敌都能大方赠送一座宅院，作为他未来婆母，我让他买下宅子送给老夫人，这不过分吧？夫人，您不是说等大婚后再慢慢……那是从前，如今得知那丫头竟为了讨好我儿子而豪掷千金给宋月，那我这个当婆婆的自然也不甘示弱，这宅子就让她买。夫人则让苏嬷嬷去账房支100两银子，就当做定金，让她不要再把宅子卖给别人了。京城临郊院子，阿月，阿晨，你快来瞧啊，我的新院子可好？这个阿福还真是小气嘿，怎送你如此小的院子？阿晨，无妨，我就一个人住，不用那么大的院子。哎呀，傻丫头，日后成婚我们就是2个人了，我怎舍得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？你瞧这屋子空荡荡的，不如我们去高家铺子选一套家具吧。那我这就让人去高家，让阿福收拾收拾，去铺子等我们。高府正厅，小姐，侯府差人让我们今晚前送100壶酒去侯府，说是为了大婚酒宴上用。这桩生意你做主便是，有生意来了，自然要好好招待客人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小姐，可侯府没有提给银子一事，只是派人前来酒窖拿酒。老奴知晓您和世子马上要大婚成亲了，所以想来问问你，这酒算是高府送的嫁妆，还是……谁说是送的嫁妆？那小姐的意思，不同意侯府拿酒？拿酒可以，让他们主事签字画押即可，用了多少，全部记在侯府账上。老奴明白，这就去回禀。小姐，张老板来了。此人是老爷的心腹，请张老板进来。老夫拜见大小姐，真是恭喜大小姐了。张老板客气，来人奉茶。多谢大小姐。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启禀大小姐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您的未来婆婆在老夫那里订了一套价值2万的宅院，定金都交了。老夫来此是想问问您的意思，这宅子是打折出售给他，还是……张老板不必问我的意思，您是爹爹生前最为信任的人，您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可是小姐，这侯爷夫人不日就会成为您的婆母，您看这层关系在，老夫不便宜点说不过去啊。这点张老板大可放心，侯府并不知晓碧云天是高家的产业，更不会知晓你这个宅子衙人是我的人。看来他这个少主还是拎得清。老夫心里有数了，告辞。来人，送张老板。小姐，世子的人来了。世子请小姐先去家具铺候着，他和阿月姑娘稍后便到。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，让我家小姐送宅子，我家小姐给了，
怎么如今这家具也要让小姐挑选？真是欺人太甚！大胆，这是世子的吩咐，你一个丫头插什么嘴？你，春夏不得无礼。小姐，你听听他们说的什么话？让您去陪宋月挑选家具，把您当什么了？当做丫头使唤呢？世子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。你们去回禀世子，就说本小姐会亲自去铺子。那就请小姐别耽误时辰。阿月姑娘身怀有孕，不惜等待。小姐，您如此退让，只会让那对狗男女得寸进尺。您不能再姑息他们了。春夏，去把苏莲衣请去家具铺，就说请她陪我一起招待贵客。我们开门做生意，哪有拒绝客人的理由？高家家具铺，这不是世子和外室吗？这是来挑家具，要住窝了。苏莲衣，苏莲衣，你怎会在此？阿福呢？阿月已经到了，让他别磨叽，惹怒了阿月，影响他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唯他是问。阿晨，别对苏小姐无礼，是高小姐她骗了我们，她就是个骗子。宋月姑娘嘴里说的骗子，可是我。高小姐听错了，阿月并未提过此事。阿福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不是让你在店铺门口等我们吗？宋姑娘是来挑选家具的吧？是的，高小姐，还劳烦您帮我挑选一套最合适的家具。没问题，高家铺子上下愿全力为姑娘服务。掌柜的，带宋姑娘和世子前去后院挑选家具。阿晨，打发一个打杂的奴仆对付我们，这算什么？阿福，阿月要你亲自挑选。宋月，你别太过分了。阿福是什么身份？你也配让他为你服务？你闭嘴，这是我和阿福之间的事儿。阿福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苏晨，你带着这个小妖精在外面如何趾高气扬，我管不着。可是你带着他在高家的铺子里面捣乱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苏莲衣，你真要当这个出头鸟？是啊，苏小姐，人家高小姐都没说什么，你倒生气了。阿月劝你可别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宋月，你找打是吧？莲衣，休要乱来。高小姐，我相信你的专业水准，定能为我挑选一套最满意的家具。两位请。小姐，他们去豪华展厅了，那里的家具都是金丝楠木所做，价值不菲啊。掌柜的，客人有需求，我们就尽力满足，这就是高家做生意的宗旨。小姐，那老奴就去给他们推荐金丝楠木了。掌柜的，这套多少银子？我很满意。姑娘真是好眼光啊，更显姑娘您和世子的气质。我们就要这套了。掌柜的，把这套包起来，待会儿送到指定地点。是，您请稍后。世子，您看看家具数目和价格可对，若没有异议，还请您先去柜台结账，我们好替您打包。你眼瞎呀？明知道我是谁，还敢开口让我掏钱结账？世子，您别为难小的，小的也是帮工的。您这不结账，仓库无法出货，若影响了这位姑娘的购物体验，小的也担待不起。你说是吧？放肆！人阿月看得起你们的家具，那是你们铺子的荣幸。掌柜的，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和本世子说话。世子，您就是说破天，这买家具的银子也该给呀。阿晨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高小姐的铺子吗？这个掌柜怎如此没有眼力劲儿，让我们掏银子？哎，那个阿月，你别生气，这定是刚来的，不懂规矩。哟，这不是世子爷吗？世子爷买东西不给银子？上次在高家首饰店也是他们俩想赖账呢。真是世风日下呀！侯府世子也耍无赖了。那姑娘不就是上次化作作假的那位呀？哎呦，她怎么还有脸出来呀？真是人之见则无敌呀！阿晨，你听他们说的什么话啊？都闭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阿晨，快去把高小姐请来，让她把话说清楚。把你家小姐叫来，让她和你说个清楚。哎，那个诸位误会了，并非我们不付银子，这是阿福送给阿月的赔罪礼物。那为何掌柜的要你们给银子？大小姐到。你躲哪儿去了？我要你现在把真相告诉所有人，这家具是你送阿月的，并非我们来购买。阿月现在已经被人家误会了，她很生气，你必须求得她的原谅，否则今日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你。掌柜的，
何事如此吵闹？大小姐，世子和这位姑娘买东西不结账，世子说您交代过他，这家具是您送给阿月姑娘的礼物。高小姐，麻烦你告诉所有人，这家具是你送给我的新家礼物，并非我和阿晨赖账，省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买东西付账岂不是天经地义之事？高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明明答应了阿晨要亲自替我挑选家具，你现在怎么能出尔反尔？你们高家人就是如此坑蒙拐骗的！就阿福，你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苏晨，我想你定是误会我的话了。你别让我们下不来台啊！赶紧说这家具是你自愿送的，否则别怪我生气。宋姑娘想必是误会了，我承诺你们的事情已经办到，我承诺陪你挑选家具，你如今挑好了，我也完成了我的任务，不是吗？高小姐，你怎么能如此耍弄人？亏得我以为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，之后我们一起嫁入侯府，定要姐妹同心，帮扶夫君，孝顺公婆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？宋姑娘误会了，我从未说过这套家具要送给你。阿晨，你听他说的什么话？阿福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啊！你再这样，我真生气了。诸位，此事确实是个误会，我是答应了世子要陪阿月姑娘挑选家具，可从未提过要把家具送给阿月姑娘。兴许是世子误会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大家操心了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今日来此的每一位客人，我都准备了小礼物，买家具送礼物，还请诸位多多照顾高家生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是世子自己听差了。世子，人家掌柜的问你要银子了，还不去付了？张老爷，你……老夫这就去领礼物了。我也去。你别碰我！你不是说他送给我的吗？这叫怎么个事儿啊？到头来我还成了赖账的。阿月，别哭啊，我会让阿福把家具送给你。你没听他刚说什么？他没有承诺过此事，是你听差了，是我们自作多情了。他会送的，我让他做什么，他必须做。阿福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知道你闹这么一通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我已经注意你了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既然你要替阿月姑娘买家具，那你便去结账，这是账单，你过目。你疯了？这套家具你敢收我500两银子？阿福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宋月姑娘挑选的可是本店最贵的一套家具，买不起，哼，那你就别买。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身为首富之女，让你区区送套家具，你会死啊！你这儿不是很多吗？用得着在这儿上纲上线和我闹？世子还是去结账吧，时间长了，那些客人真的会以为你没有银子结账，届时丢的可是你们侯府的脸。原本给你安排的是4人台的轿子，但你现在惹着我了。你要是不把这套家具送给阿月，明日你只能坐2人台的轿子从小门进府。不止这套家具你要送给阿月，你还要给我外祖母买一栋大宅子孝敬他老人家。明日我和阿月大婚，他是妻你是妾，夜里你要过来贴身伺候我们。而苏晨见他不吭声，更是恼羞成怒。你还杵着作甚呢？还不去吩咐掌柜的给我们送货？惹恼了阿月，她动了腹中胎气，你负得起责任？想要那套家具，那就请世子付银子，银子一到，立刻吩咐人装车。哎呦，阿福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执迷不悟啊？世子是付现银还是签字记账？快些吧，宋月要等不及了。阿福，阿福，你确定要闹得如此难看？世子若是没银子，那我只好让人把家具卖给其他客人了。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就不招待2位了。阿晨，既然高小姐出尔反尔不愿意送给我们，那我们就花钱买吧。说的好像是想占她便宜一样，区区一套家具怎可能难倒侯府？阿晨，这么多人看着，高小姐要出尔反尔，我们若不买，岂不是说明我们没钱了？你拿钱啊！苏晨身上只有几两银子，连买一个凳子脚都不够。这套家具本世子买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想送，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那就请世子前去结账，掌柜的正恭候。世子真是大手笔，一出手就是500两银子呀！
世子请。阿月，你身上可有银子？我的零花钱不都是你给的吗？我兜里比脸还干净，我哪有什么银子啊？罢了，这家具本世子买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掌柜的，去拿字据来。苏晨没有现银，是用记账的方式来购买这套家具的。高云福也准了，只要有他的亲笔签名画押，侯府就不敢赖债。阿月，你先带着家具回去。大小姐，账单在此。很好，掌柜的，也把其他铺子的掌柜都召集起来，统计苏晨在高家门店一共花费了多少银子。这众所周知，明天就是您和世子大婚了，您今日公然给世子难堪，老奴担心。做好你的分内之事即可，不必多言。大小姐，您快进去看看吧，世子在室内发脾气，把您最喜欢的昙花都给烫死了。世子，你这是作甚？差点伤了我家小姐。阿福，你可真是小肚鸡肠上不得台面。我不就是真心爱一个人，你怎能如此小气？我小气？我可告诉你，这次你是真惹到我了啊！明日大婚，我不会让人来接你。你想嫁进来，就自己叫花轿抬到侯府小门。世子，你还有什么？高云福阻止春夏，想听听苏晨还有什么话。这次我不会轻易原谅你，等你什么时候知错，再来找我和阿月磕头道歉。要是阿月不原谅你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。哼！苏晨，你在我们婚约存续间和阿月珠胎暗结，这是你对爱情不忠，和我有何干系？你要是像人家阿月那般处处听话、乖巧懂事，我也不至于对你如此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，怪不得别人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今日之事你可知错？我开门做生意，你买东西付银子天经地义。我有何错？原来在你心里，我苏晨终究只是个外人。我们马上要成为夫妻了，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？何来区分？我说了，我何错之有？是你亲手搞砸了这一切啊！我等着你来求我的那一日。苏晨撂下狠话，便大步拂袖离去。暮色低沉，明月高悬，萧凌顺正在看一本兵书。高云福今晚会来上药吗？高云福并非传闻那般恋爱脑，非世子苏晨不可。那他既然能舍弃深爱之人，就不可能是什么恋爱脑。那她嫁给我，究竟是有所图，还是另有所谋？王爷，属下回来了。进来。启禀王爷。如何？王爷，这几日高家小姐的行为轨迹都在折子上了，您请过目。当看完上面的事后，萧凌顺则冷冷询问：可被他发现？启禀王爷，刑部尚书的千金发现了属下，不过您放心，他的人并未追到属下。苏护之女？是他没错，他和高小姐是好朋友，上次也是他在高家成衣铺替高小姐羞辱世子和宋月姑娘。苏护在朝中一直谨言慎行，唯恐火烧到他身上。左右逢源是出了名的八面玲珑，没料到生个女儿倒是洒脱，这一点比他老子强。王爷，看来高小姐并未如传闻一般，孤女好欺辱。有意思。萧凌顺已经开始期待明日大婚了。不知道侯府得知高云福另嫁王府后，会是何等表情？明日大婚都已经准备妥当，太妃娘娘安排了公姬替代您拜堂，不会影响您的清静。不，去禀明太妃，明日本王要亲自和高家小姐拜堂成亲。大婚如期而至，高家一片喜庆洋洋。高云富闺房内，他早已梳洗完毕，等着大伯母前来给他梳头。因为他没有母亲，这长辈梳头的差事就落在大伯母头上。姐姐，真是恭喜你了，能嫁给侯府这么好的人家。妹妹祝你和世子白头偕老啊！妹妹来了。高云熙一直都妒忌姐姐高云福，妒忌她是首富之女，妒忌她嫁了一户好人家。阿福，久等了。大伯母，大伯，麻烦你们了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胡话！你是我弟弟的孩子，如今他们夫妻不在了，
日后你就是大伯的亲女儿，大伯和你伯母会护着你的。若是婆家欺负你，你便回来，由我们夫妻为你做主。是啊，阿福，你别和我们客气，我们也是你的亲人呀。娘，吉时到了，该给姐姐梳头了。来，大伯母代替你娘为你梳头。多谢大伯母。一梳梳到头，富贵不用愁；二梳梳到头，无病又无忧；三梳梳到头，多子又多福；再梳梳到尾，举案又齐眉。梳头结束后，吉时也要到了，可高府外却迟迟不见侯府的花轿。哎呀，这侯府怎么回事啊？一切准备就绪了，吉时也到了，怎么还不见迎亲花轿呢？来人啊，去侯府催促，让他们快些，晚了可误了吉时了。大伯，不必催促侯府了，吉时已经错过了。阿福，你告诉大伯，是不是世子他故意欺负你？定是如此，老爷，今日也是那苏晨迎娶外室的日子，可我们阿福才是正妻啊，侯府怎么能如此做？外室？夫人，什么外室？来了来了，花轿临门了。喜婆，你还愣着作甚？把大小姐背出去。是，老爷夫人。老爷夫人，外面排场好大呀，我家小姐真是嫁了一户好人家。姐姐，你不回答那就是答应我了。谢谢姐姐，3日后我们在此等你回家。阿福，恭喜你了。林一，谢谢你了。阿福，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？去吧，我都替你安排好了，这次排场很大，给足你面子，他们呀会珍惜你的。阿福，我祝你幸福。晋王府的大门到了，吉时到，新娘请下轿。小姐小心。王妃请下轿。请问你是？启禀娘娘，在下是王爷的贴身侍卫黑鹰，请。小姐，此人虽戴面具，可是长得好威武啊。多谢。请。黑鹰恭敬迎接高云福入晋王府。把苹果放下吧。小姐，奴婢没看错吧？晋王来了，他真的来了。什么？萧凌顺亲自来拜堂成亲？这怎么可能？是。别紧张，拜堂后就去新房歇息。没有攻击拜堂，没有不被重视的感觉，直到礼成的那一刻，高云福都觉得不真实。送入洞房。春夏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晋王不是瘫软在床吗？为何会去正厅和我拜堂？还是说他的腿早就好了，他什么都知晓？那每次我去给他上药的时候，他在装睡。小姐，晋王长得好俊啊，除了瘦些，其他可真是美男子的标配。春夏，王爷的腿啊，王爷的腿还是站不起来，他是坐轮椅和您拜堂的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拜见王爷，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。奴婢春夏拜见王爷。外面，萧令顺一袭大红喜袍坐在轮椅之上，见春夏如此乖巧，萧令顺则点了点头。赏。多谢王爷，祝王爷和王妃早生贵子。赏。春夏，春夏。没有人回答他，这让他有些紧张，则缓缓从床榻上站了起身，却是忽然间脚下一滑。别怕，是本王。王爷。却是忽然间，他的盖头被萧领顺轻轻掀开，这一刻，他绝美的容颜暴露在了萧领顺眼中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一眼万年。请王爷放开其身。萧领顺也被他的绝世容颜惊诧了不少，他调查了高云福的背景，可唯独忘记查他长得如何。我知晓配不上你，你嫌弃本王也是应当。王爷，不是您想的那般，妾身只是……你无需解释，本王都懂。这个晋王还真不好相处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嫌弃他了？若真嫌弃，我就不会嫁给他了。罢了，你早些歇息，本王告辞。等等，夫君，大婚之夜你要去哪儿？他叫自己什么？夫君？你叫本王什么？夫君。
夫君，我们已经拜了天地，你就是阿福日后的夫君。喝下这杯酒，祝我们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。本王是个废人，你果真不后悔？若后悔，阿福就不嫁进来了。王爷并非是废人，在阿福心里，您比世间很多男儿都要强上100倍，至少他这般不会背叛我高云福。阿福，不知为何，他被高云福的话所动容，他试探叫他的名字阿福，这让高云福欣喜不已。见他端住了他敬的酒，两人轻轻挽手，喝下了这杯交杯酒。两个灵魂漂泊、需要依靠的人，在这一刻紧紧相依。夫君，时辰不早了，让阿福伺候您歇息吧。不必了，本王还有一些要事要处理，你先歇息。来人！夫君这是嫌弃妾身，阿福若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夫君明示，阿福一定改。请夫君不要离开新房。阿福，本王答应你，一会儿便来陪你。真的？高云父眼泪汪汪，有了靖王的承诺，他也不抓住他不放了。本王虽然残废，可以一言九鼎。来人，伺候王妃梳洗。妾身恭送夫君。小姐，王爷怎就走了？王爷一会儿便会回来。我可怜的小姐呀，这话你也信？他说会回来，定会回。忽然间，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窜了进来，满脸色欲看向新娘子。小姐春夏那句小心还未说出口，就被来人一掌敲打在了地上，昏迷不醒。春夏，你是何人？你可知晓这是什么地方？没料到这个新嫁娘竟遇事不惊，比前几个女人好玩多了。别叫了，外面的人都被驱出去了。我是何人？我是来和你洞房的啊，宝贝儿，别怕，让爷好好疼疼你。放肆！这是靖王婚房，你就不怕靖王？爷会怕一个摊子？可笑！实话告诉你，靖王那方面早就不行了，与其在此守活寡，还不如把身子给爷，让爷好好疼疼你。来吧，宝贝儿。大胆！瞬间从袖子内甩出2根银针，只听那人一声惨叫，便中了毒针，瞬间他的身体便倒在了地上，抽搐不已。你到底是谁？一脚狠狠踩在男人脸上。靖王的几个未婚妻也是被你侮辱致死，而靖王克妻之名也是你故意传出去的，对吗？保护王妃！忽然间，外面传来黑鹰的声音，而见王爷的人来了，高云福则立刻倒在了地上，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。王爷救命！阿福好害怕。阿福，没事了。王爷，拖出去。等一切处理干净，萧岭顺亲自把高云福搀扶起来，紧紧抱在怀中。阿福，对不起，是本王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那人究竟是谁？他为何要闯入新房欺辱妾身？别担心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有王爷在，我怎会有事？这话似乎带着一抹讽刺，而萧岭顺却听出来了。阿福，你先沐浴更衣，本王去就回。小姐，刚刚真是吓死奴婢了，那男人究竟是谁啊？春夏，这靖王府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。小姐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奴婢害怕。无需害怕，来都来了，那就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小姐，王妃娘娘，老奴求见。阿福，委屈你了。姑母此话怎讲？阿福并不觉得委屈。虽然靖王今晚有把他当棋子的嫌疑，但他不这么做，如何引出幕后人？靖王虽然叫我阿福，如此亲密的字眼，可我知晓，我们才认识，他对我是没有任何感情的。做一2次棋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你呀，就知道安抚姑母。王爷今晚怕是不会来了，你早点歇息吧。太妃那里明早还要早起去敬茶，你小叔一家人届时都会在场。阿福明白，姑母也请早点歇息。姑母也不知道你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。阿福，开弓可没有回头箭，你此生都只能被困在王府。
王爷到。老奴拜见王爷，恭贺王爷王妃大喜。高总管还有事啊？老奴告退。王爷，妾身有一份礼物想送给你。巧了，本王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王妃。本王这些日子都在昏睡，迷迷糊糊间发现有人在为本王疗伤。本王虽不知此人是谁，但心存感激。想来后，母妃谈了你我的婚事，本王知晓你心里自是不甘。不过，本王要让你知晓，既结亲，定两不相离。安护侯府闹了一天的喜宴终于结束，可新房内却是鸡飞狗跳，不得安生。快去把世子请来，去啊！夫人息怒，已经派人去请姑爷了。小姐，姑爷他来了。苏晨来了，他喝得醉醺醺的，来到了宋月的新房内。夫人，这洞房一事您应该知晓了，婆子呀就不多言了。这是讽刺他未婚先孕丢人现眼吗？谁让你叫，滚出去！男婚女爱自然之事，何须你来提点？这就是日后的侯府夫人，如此嚣张跋扈的臭脾气，传出去岂不是笑掉大牙？只是可惜了那位高小姐了，全朝首富之女，新婚夜竟独守空房。不仅如此，她就连露脸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连侯府上下都几乎把她这人给忘记了，想来真是可怜。老奴告退。阿月，为父来了。阿晨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阿月，你今晚怎么回事？怎么发如此大的火气啊？我这不是在陪客人吗？那客人都夸我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娘，都很羡慕我呢。真的？快给我解开这劳什子衣裳，我先吃点东西。苏晨忙帮他把繁琐的嫁衣解开，一看到这嫁衣，苏晨就很生气。这嫁衣不是阿福亲手做的，是他让人临时改的。明日他会让阿福跪着来此和阿月道歉。阿晨，我累了，想让人伺候我洗脚。洗脚啊！苏晨正欲叫侍女，却被宋月拉住。别啊，丫头洗脚算得了什么？我想让高小姐来伺候我。阿晨，你派人去喊她来。你上次不是说让她在新婚之夜伺候我们？来人，去把高姨娘请来，让她给夫人洗脚。世子，夫人，不好了，高小姐她……大胆！本夫人大婚之夜，你敢诅咒我？什么叫不好了？启禀世子，夫人，管家来禀说高小姐她根本就没来。什么叫根本就没有来？启禀世子，是真的，高府没有一人前来送亲，那偏院也是冷冷清清的，甚至于连烛火都没有点亮。阿晨，难道高小姐真的生气了，这才故意不来？这个阿福一定又是在耍大小姐脾气，真是不像话。本世子这就去看看。哎，阿晨，你怎么如此天真，这就相信她没来了？阿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阿晨，你仔细想想，高小姐若不嫁到侯府，她高家日后何以为继？这不过是女人家的小脾气，你现在去了，岂不是说明你原谅她了？那明日敬茶，她还不给我蹬鼻子上脸，对我这个当家主母不敬？阿月，还是你聪慧，差点就上了她的当了。女人间争宠的小把戏我见多了，高小姐这般耍小心机，不就是想把你骗去她那儿？还是阿月说的对，明日再去找她麻烦。这就对了，阿晨，今晚可是你我的洞房花烛，说什么你都得留下来陪我。好，别闹了啊！我陪你，我今晚哪也不去。世子，老夫人有请。阿月，我去看看。你这祖母也真是的，100年纪还不懂事。今晚是什么日子？她怎能派人来打扰啊？这是诚心和我过不去。好了，这些话可别胡说啊！要是传到祖母耳朵里，那可不得了。孙儿拜见祖母。目前这么晚了，不知祖母有何要事？大胆！你真是气死老身了，还不给老身跪下！母亲息怒，这一切也不全怪晨儿，要怪就怪那高云福。闭嘴！你们母子好大胆子，这么大的事情都要瞒着老身，
联姻之事且能儿戏，说变就变呢？老身还没死呢，你们就想做侯府的主了？哎，那个祖母息怒，孙儿不明您为何发此大怒。今晚可是孙儿的洞房花烛，您这么做让孙儿颜面何存呢？颜面？究竟是你的颜面重要，还是侯府的未来重要啊？祖母问你，今晚和你洞房的女人究竟是谁？启禀祖母，是阿月。宋月，她不是只能做妾吗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那阿福呢？阿福又是你的什么人呢？母亲息怒，高云福他早已答应此事，这孩子们都没意见，您就不必为此伤神了，免得气坏了您的身子，不值当。混账！你们母子是想气死老身呐？什么叫孩子没有意见？老身就说今晚怎么没见到另外一个新娘？本以为和你拜堂成亲的会是阿福，你说他竟是阿月？那阿福呢？你把他置于何地呀？祖母，孙儿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此事您不必操心。阿福啊，他爱我入骨，甘愿为妾伺候我们。那他人呢？你现在就去把他给老身请来，老身要问个明白。晨儿，还不赶紧去找阿福过来，给你祖母瞧瞧。刚下人来报，他住的偏院亮了烛火了。那个祖母息怒啊，孙儿啊，这就去把阿福叫来，让他亲自给您赔罪。你最好把他请过来，免得影响苏高两家关系。老夫人说的冠冕堂皇，可实则内心却有别的盘算。她知晓如今侯府的账务情况，明日就是还款日期。阿福他爱我入骨，最怕我生气了。今日是阿福不懂事，让祖母费心，我这就去把他喊来给祖母赔罪。阿福，你给本世子出来！见室内被子折叠整齐。怎么回事？阿福人去哪儿了？5更，天亮了。夫君，阿福醒了。夫君，妾身有事请你帮忙。何事？他知晓待会儿嬷嬷就会带人前来取走白丝帕，他不能让太妃知晓他们昨晚什么都没发生，否则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不比他独守空房惨。夫君，你看这可如何是好？待会儿姑母必会带人前来收这条帕子，若被太妃娘娘知晓，妾身可就……给本王吧。萧鼎顺瞬间明白他想做什么，是他忽略了此事。不过今晚他也算利用这次机会解决了那伙人，只是可惜幕后人他还没有抓到。你转过身去，你是个姑娘家，本王怕让你受惊。妾身明白。萧鼎顺这才从腰间抽出匕首，麻利在他的手指头上轻轻划了一道小口。好了。妾身多谢王爷解围，本来此事不该劳烦王爷，可妾身怕疼，所以……是本王对不起你。王爷千万别这么说，不管王爷变成什么样，妾身都愿永远陪在王爷身边。永远陪着本王，哪怕本王不能人道，你也不后悔。永不悔。他昨晚已经探明王爷那方面是正常的，可他为何要对自己撒谎，他心知肚明。无非就是嫌弃我和苏晨有一段不堪过往。虽然本王不能人道，可你放心，你嫁入靖王府就是本王的人，我不会让你和高家受到任何诋毁和伤害。多谢王爷，妾身也会努力做一个好王妃，让王爷和太妃娘娘放心。太妃？啊，是母妃，瞧妾身高兴糊涂了。起吧。妾身帮王爷更衣。你会？不劳烦王妃了。王爷息怒，妾身这就请侍女进来。让宁儿进来吧。很快，一个姑娘带着一群侍女朝她恭敬一拜。奴婢拜见王妃娘娘。你就是宁儿姑娘吧？听闻你一直伺候王爷。回王妃的话，奴婢是宁儿。这些年王爷多亏你照顾，本妃感激不尽。王妃客气，照顾主子本是奴婢分内之事，何谈感激。请宁儿姑娘先，妾身也好学习日后如何照顾王爷。啊，王妃娘娘，您这是……开始吧。因为王爷是摊子，所以服饰穿衣很麻烦，可高云父却学得很认真。
他的认真也全被萧岭顺看在眼中。鞋。高云福亲自蹲身给萧岭顺穿鞋，这让他多少有些不自在。阿福，王爷，阿福是您的妻子，理应照顾您，日后您会慢慢习惯。王爷，王妃娘娘可起了？高管家，进来吧。是，老奴这就来。老奴拜见王爷、王妃娘娘。说着，高管家则示意手下人前去床榻上拿丝帕检查。当下人看到丝帕上的一抹鲜红血色，却是捂嘴笑了。高管家看到那一抹刺红，更是惊诧不已。看来王爷是真的很喜欢阿福，所以他才免于新婚暴毙而亡。他担忧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了。恭喜王爷、王妃娘娘，请金花圣水。这是皇族的一种祈福仪式，你习惯便好。是。李朝，太妃娘娘和小娘早已恭候多时，还请王妃前去见新婆小叔敬茶。王府正厅，王爷、王妃到。王妃娘娘，该您改口敬茶了。儿媳恭请母妃喝茶。乖，这是母妃特意为你包的。阿福，日后呀，你就是本妃的儿媳妇了，定要做到守礼仪、懂规矩，明白吗？多谢母妃。因为苏姨娘是老王爷的小妾，是属于地位最卑微的妾室，所以她没有资格接受高云福敬茶。可高云福还是喊了她一声小娘。姨娘好。苏姨娘没料到这高云福竟然还把她放在眼中了，毕竟这些年老爷死后，他们母子就再也不受府中人待见，难得这新媳妇还尊她为长辈。新王妃真是个懂事的姑娘，姐姐，真是恭喜您了。王爷娶了这么个一位富可敌国的王妃，日后我们晋王府可谓是拳拳联手，无人能敌了。胡说什么？不会说话就把嘴巴闭上，没人会当你是哑巴。姐姐息怒，妹妹不会说话，您可千万别和妹妹生气啊。妹妹这不是高兴吗？一时高兴就失言了。阿福啊，日后王爷就有劳你照顾了。王爷双腿不便，你要多费心，明白吗？妾身明白，母妃不说，妾身也会做的。是个乖巧懂事的孩子，退下吧，母妃和王爷有话说。妾身告退。姐姐，妹妹也告辞了。去吧。顺儿，这位高小姐你可满意呀？母妃满意的人，孩儿自然满意。你这话是在怪罪母妃替你做主和高家联姻？自然不是，阿福温柔可人，孩儿没意见。如此便好。顺儿，你是否还在意高云福和安护侯府世子婚约一事呀？他们俩的婚约是本妃亲自解除的，这点你放心。高家小姐在婚前和苏晨保持清白关系，高总管早已验过身子，高云福还是处子之身，他并未败坏门风欺辱于你，想必呀，你也知晓此事。那染血的丝帕代表着真相，他这儿子还有什么不满的？那血是他的，所以他究竟是不是处子之身，还有待查验。母妃怎会害你呢？给你娶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回来做王妃？在这之前，母妃呀早已把她的清白都调查完毕了。她和苏晨是有婚约，可她洁身自好，两人并未有什么越矩行为。而她也和母妃保证了，她和苏晨之间早已情断。关于此事，你可以不必介怀。我们和安护侯府是亲戚，日后呀也少不了要密切往来。母妃不希望因为此事而影响了两家之间的关系。孩儿明白。顺儿，阿福是个好姑娘，母妃相信她能照顾好你。既如此，那请母妃把掌家权交给阿福吧。顺儿，你可想好了？金王府后花园内，孝令顺的贴身侍婢宁儿也陪在他身后。娘娘，这就是王府的后花园。王府分为前院、后院、中院，你若是分不清，奴婢会让人带着您慢慢熟悉。多谢宁儿姑娘，还请姑娘去伺候王爷吧，这里有春夏就行。宁儿知晓他不信任自己，便也识趣离开。小姐，
奴婢听说您和王爷昨晚洞房了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被王爷听到，小心割了你的舌头。奴婢可不怕，只要小姐能够幸福，王爷好好对待您，奴婢这条命都是王爷的。老奴拜见王妃娘娘。姑母，王妃娘娘还是喊老奴管家吧。您现在可是老奴的主子，您记住了，在王府内没有姑母，只有高管家。高管家有何事？娘娘，刚才高府差人来禀，苏晨带人去高府找您麻烦了，您看此事如何处置？晨曦微露，苏晨带人气匆匆就要闯入宅内。世子，您这是作甚？请世子注意你的身份。你个狗奴才，给本世子滚开！阿福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是谁？好大的狗胆！一大早的在高府门口放肆，活腻了？大小姐，是世子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高云溪，你怎么会在阿福宅子？你姐人呢？让她赶紧给我滚出来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闹脾气？若被我爹知晓，她连做妾的资格都没有了。我姐？姐夫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胡话？我姐昨日不是嫁给你了？是不是你惹她生气，她离家出走了？高玉溪，你够了！本世子没心情和你开玩笑，给本世子闪开，我亲自去抓她出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这可是高府，不可乱闯。滚开！再敢阻拦，别怪本世子对你不客气。爹娘和弟弟都没在此，我如何招架得住这世子的怒火？世子，我姐姐真的不在府上。上，给本世子搜！一大早的，苏晨的人就把高府给搜个底朝天，甚至于就连烧火丫头住的地方都没放过。世子，高小姐好像真的出嫁了。闭嘴！本世子没眼想看得见。世子，整个高府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大小姐的踪迹啊。姐夫，我说了，我姐昨日嫁去侯府了，还没到3朝回门的日子，她怎么会回来？告诉本世子，她嫁给谁了？哎，姐夫，你凶我做甚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姐不是和你有婚约吗？她除了嫁去侯府，还能去哪儿啊？姐夫，不是我说你，我姐姐到底是高家嫡女，你为了一个外面臭验尸的小妖精而怠慢我姐姐，我姐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我姐虽是好脾气，可是你这么对待她，实属是不该。你闭嘴，高云溪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本世子？啊，苏晨，你……本世子就不信了，他高云福还能躲一辈子？给我把这里的人全部抓起来！什么？姐夫，你这是做甚？我没有事好商量啊！姐夫息怒，允熙错了，你放过我们。现在知错已经太晚了，你是他妹妹，抓了你，他定会现身。姐夫，你误会了，我虽然和阿福姐姐是姐妹，可是我们关系并不好啊，你抓我也是没用的呀。关系不好，他能让你住在高府？你少骗本世子，这可是阿福的宅子，你如今出现在此，这说明阿福极度信任你。抓了你这丫头，本世子还愁他不现身？放开我！高云溪只觉得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早知晓大婚会出岔子，他说什么都不敢住进来。世子不好了，老夫人让您立刻滚回去。什么？滚回去？哎呀，糟了！祖母定是知晓阿福真的没有嫁入侯府的事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阿福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否则他怎会没嫁去侯府啊？世子，您快些，老爷也被惊动了。什么？此事都惊动我爹了？这下麻烦了。他爹可是刚正不阿，若知晓他在大婚上做手脚，把阿月抬成了正妻的位置，以他爹和高老爷的关系来看，他爹定不会轻饶他。我们走。恭送姐夫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小姐昨日不是嫁去侯府了，怎么世子今日会气匆匆来找人？高云溪大致是明白发生了何事。还能为何？
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高云福被苏晨和外室欺负，受不住跑出了侯府；二则如何？莫非我们都被高云福给骗了？他想嫁的人并非苏晨。小姐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整个京城都知晓大小姐爱慕世子入骨，他们多年感情岂是说散就散的？您忘了，大小姐为了世子，竟连他有外室一事都可以容忍。此事要你提醒，谁不知晓香屋藏娇一事？可是那又如何？现在苏晨不是贪恋验尸女，脚踩高云福？快去请夫人来，把这里发生的事情都禀明于她。世子到，孩儿拜见祖母、爹爹、母亲。逆子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爹爹息怒，此事定有蹊跷。蹊跷？老夫问你，昨日大婚和你拜堂的新娘究竟是谁？侯爷也是今日一早才知晓昨日大婚出了岔子，他原本想要的高家儿媳妇竟然莫名没有嫁到侯府，反而是那小家小户的宋月代替高云福拜堂成亲住主母院子，出尽了风头。这让我100年之后如何和高老爷交代？简直就是家门不幸，丢人现眼！爹爹，孩儿……好了，老爷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们这些有什么用啊？还是尽早想法子把阿福给找回来吧。是呀，如今事情已经出了，再责备晨儿也是于事无补了。娘，您就是太惯着他了，这才导致他无视规矩，做出这种丢人现眼之事。那宋月是什么人呐？他可是仵作，虽然他有职位在身，可到底说出去不光彩呀。如今他成了侯府主母，高家小姐却无影踪，事情都发生了1宿了，竟然无人察觉，如此荒唐一事，真是糊涂啊！老爷，您就是打晨儿一顿也于事无补啊！这事情也发生了，还是想想法子吧。想什么法子？夫人，都是你平日太过纵容这个逆子，如今才会出这等丢人现眼的丑事。我侯府屹立朝中100年，没料到娶了一个验尸女。爹，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？阿月她不是什么验尸女，她是皇上亲封的。够了，还有这个宋月，她有什么身份能够登大雅之堂？爹，你可以骂儿子，可你不能贬低阿月，他对您可是很敬重的。你还护着他？够了，你们父子别吵了，成何体统？你们还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儿子不敢。等阿福回府，我定不会让他轻易进门，让他在侯府门口跪上个3天3夜，好好反省错误。祖母息怒，孙儿知错了。晨儿，高云夫人呢？祖母，阿福他定是躲起来了。什么叫躲起来了？她可是我侯府命定的儿媳妇。启禀祖母，孙儿去了高家请阿福回来，可高家并无阿福的踪迹，定是阿福还在生孙儿的气，所以才避而不见。不过您放心，孙儿了解阿福，他爱我入骨，定不会和我僵持很久。孙儿跟您保证，今晚之前他定会前来侯府和您磕头认错。今晚真是可笑啊！谁家儿媳妇如此不懂规矩，一不顺心就离家出走呀？母亲息怒，既然阿福深爱着晨儿，想必他一会儿就会气消回来，您就别责怪晨儿了。他已经成亲，成家立业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您如此苛责于他，传出去且不是被人笑话。你呀，真是慈母多败儿。老身现在就想见到阿福。母亲，您这不是为难人吗？阿福他舍不得晨儿，一会儿肯定也回来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这个当婆婆的必须好好教育他。这都为人父了，怎么还耍大小姐脾气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等他回来，我定不让他进门。老夫人、老爷、夫人，不好了！外面聚集了很多高府掌柜的，说是来讨债的，把门都给堵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侯府欠钱不还啊！晋王府新房内，小姐，大喜事！你这丫头
越来越嘴甜，何来喜事？启禀小姐，侯府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我们前些日子所受的委屈和践踏，在今日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已经乱了，苏晨可去过高府了？这点还不知晓，毕竟高府的人现在找不到咱们。既然这把火已经点燃了，那就让它烧得更炙热一些。小姐此话何意？高云福则笑了笑，而后在春夏耳畔低语一句：小姐，你去吧，让这场大火烧得更猛烈。春夏正欲转身离开，外面却是传来一道恭敬之声：王爷小心！妾身拜见王爷。本王想和王妃聊一聊。王爷请，你们先退下吧，这里有本妃照顾王爷。他话刚落，可却无人搭理他，就连阿宁也是如此。王爷，宁儿，退下。奴婢遵命。王爷，妾身给您倒茶。阿福，你不必如此谦卑。王爷，妾身若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您就告诉妾身，妾身会改。阿福，我们是夫妻，不必如此生疏，你总要学会和本王相处。妾身明白。过来，坐这。阿福，你初来乍到，很多地方都不熟悉，本王可以慢慢告诉你。你身为王妃，可以去王府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但是……王爷请吩咐。有一个地方你不能擅闯，后院的藏书阁，那是王府禁地，若你不懂，擅闯惹怒母妃，饶是本王也护不住你，明白吗？妾身谨遵王爷教诲。本王不善言辞，你不要见怪。怎么会呢？王爷说得很清楚，妾身定遵守王府规矩，不让王爷难做。既如此，那本王就把王府掌家权亲手交给你。从今日起，阿福，你就是靖王府的新主母。见他眼中无半点算计之意，这让他多少有些受宠若惊。王爷，这万万不可，母妃她……这也是母妃的意思。难道阿福不想当王府主母？暮色低垂，侯府新房内却传来激烈争吵声。宋月把代表百子千孙的玉莲蓬砸个粉碎。阿月，你疯了！苏晨今日已经被阿福不回来的事搅得头疼欲裂。夫君，你答应我的，我才是侯府主母，可为什么要我搬离？这里是我的新房，我凭什么要搬去偏院？阿月，这是祖母的意思，你不搬走，那阿月就耍脾气不回来，那后院那一堆掌柜的还等着给银子呢。你先听话啊，你就先搬去偏院，先住几个时辰，等把阿福哄回来，我就设法让你再搬回来，你看如何？我不搬。夫君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？高小姐她如此爱你，怎会不愿意嫁给你？想必她早就躲在侯府某一处看我们俩笑话了。阿月，你说什么？夫君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高小姐想嫁给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她会舍得在大婚之日不嫁来侯府？她对你如何，你心知肚明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依你之见，阿福现在躲在哪儿啊？依照我办案的经验来看，高小姐她就是故意想戏耍你我，她就是输不起罢了。这个阿福真是太不懂事了。苏晨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他和祖母爹娘承诺，阿福天黑之前定会回来。夫君别生气，我有一计可以把高小姐给引出来。阿月，那你快说，什么法子？当宋月把他的法子告诉苏晨后，阿月，还得是你呀！一听这脚步声，定是阿福回来了。世子，老奴求见。让他跪在门口，什么时候知错了，什么时候让他进来。世子，您说什么？老奴怎听不懂啊？高云福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你不是来禀告此事的？世子您误会了，老奴并未见到高小姐啊。高云福没现身，你匆匆来作甚？世子息怒，是夫人有请，请立刻前去后院。管家，你就派人大肆宣扬出去，就说本世子摔断了腿，动不了了。世子，您这是到哪儿出啊？老夫人和老爷都还在气头上呢，您这好好的就别……你懂什么？按照本世子吩咐的去做。管家无奈，也只能赶紧前去办他交代的事儿。阿月，还是你法子多。阿福最在意的就是本世子，
从前啊，本世子被蚊子咬一口，那阿福都心疼的不行。这次只要放出我摔跤的风声，阿福定会沉不住气出现。没错，高小姐如此在意夫君你，她怎会舍得继续躲着不出现？苏晨安抚好宋月后，便赶紧朝着母亲住的地方赶去。刚到院子门口，他便看到前来要债的债主已经挤满了屋子，而那几个掌柜的他认识，竟是高家旗下的铺子掌柜。放肆！都给本世子退下！你们几个老东西想造反不成？诸位，晨儿来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就和他禀明，毕竟他是你们的新姑爷。世子爷来了，那正好把这些欠债都给付了吧，老奴也好和东家交代呀。你们有什么事冲本世子来啊？找我母亲作甚？世子愿意出面解决，那是极好的，老奴们也不想惊扰侯爷夫人。世子，您应该记得老奴吧？那眼前的掌柜苏晨自然认识。侯府大婚的时候你们不来喝喜酒，今日来此这是干什么呀？启禀世子，老奴是来要债的。债？好大的狗胆啊！你也不看看本世子是谁，还敢问本世子要债？我可是你们的新姑爷，这天下哪有自家人要自家银子的说法？新姑爷？世子在开玩笑吧？我家小姐可没承认您是新姑爷。混账东西！阿福都嫁进侯府了，你们还在这儿装傻充愣是吧？怎么想黑吃黑啊？世子息怒，您看您的账本都在这儿呢。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儿？本世子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现在咱们可是一家人，待会儿我就让阿福把你们全开了。真是一群没眼力见的老东西。世子既说这是一个误会，那就请世子把东家请出来。若东家说这些记债都免了，那老奴们立刻就离开，并对夫人和世子磕头道歉。这苏晨自然不敢答应掌柜的条件，毕竟阿福现在都还没出现。请问世子，我家东家在哪儿？阿福他累了，需要休息。高家的事情啊，现在由本世子做主。既如此，那就请世子拿出信物，老奴们见到东家信物立刻便走。本世子没有信物，不过本世子以你们新姑爷的身份命令你们啊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世子，您若真这么说，那老奴只有请你吃官司了。哎呀，好大的狗胆呐！我可是你们的新姑爷，你们当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？面子就是银子，这是老爷在世的训诫。世子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还银子，要么……好大狗胆！那些东西都是你家小姐自愿赠送的啊，本公子可没说买。既然是送的，你们还有脸来侯府敲诈本世子？世子此言差矣，东家可没有说过那些货物是送您的。若是老奴理解错了，还请您把东家请出来，老奴当面问清楚。既然世子请不出东家，那我们官府见吧。说完这话，以高管家为首的掌柜则一把丢下了记账的账单。我们走。你们敢把事情宣扬出去啊，我就让阿福把你们都开了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忤逆我。哎，别呀，掌柜的，哎呀，有话好说嘛。娘，你喊他们做甚呢？让他们自己去作死。晨儿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这些东西到底是高云福送给你的，还是你带着宋月去铺子拿的？娘，你怎么不信你的亲生儿子呀？自然是阿福送我们的呀。他为了讨好我们，不仅送了衣裳首饰，还送了阿月一栋宅子呢。就连阿月亲戚们住的酒楼，一切吃喝，那都是高云福承担。既然如此，那丫头怎么还没回来？娘，你别急，阿福啊，他定是早就来到侯府了，只是生气，所以躲起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在府中啊散布我腿摔的事实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心疼我。他一心疼，不就现身了？晨儿，你怎么知晓高云福已经到侯府了？万一他没到侯府，那我们这么多债务可就……娘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阿福爱我入骨，这些年你也不是没看到，他是我的舔狗。
你说都当舔狗了，他还能有什么脾气？哎，成儿，娘担心高云福在昨日转嫁他人，若真如此，那我们侯府可就成了全天下的笑柄了。怎么可能？阿福的除了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夫人，不好了，沁园春的掌柜来了，说是来送消费账单的。啊，消费账单？侯爷夫人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，这酒楼可是京城最好的酒楼。成儿，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银子？娘，你误会了，这沁园春也是阿福的酒楼。当日我让阿月把他的亲戚朋友都安顿在那儿，想必是来例行对账的。你放心，我现在是高府姑爷，谁敢得罪我这个未来主子？你可别忘了，刚才那些掌柜的还扬言要和我们打官司呢。娘，别信他们，等到时候阿福出现了，我就让他好好去教训这帮不知死活的老东西。这天底下哪有自己人告自己人的道理？你说是吧？哎呀，这个高云福也真是的，耍大小姐脾气也要有个度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是不肯出现，他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娘，您放心吧，天黑之前他定会滚出来，到时候我再替您好好教训他。世子不好了，有人要债到阿月姑娘那了，说她买的宅子是她的产业，现在快要打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您喝点水吧，明日再看也不晚。无碍，我不累。不过他看到了棘手之事，苏姨娘翻修院子竟然要申请5000两银子。春夏，你去把姑母请来。老奴拜见王妃娘娘，愿娘娘万福金安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快请高总管。当看到下人送来了很多礼物，这让高云福很是不解。高总管，这些是？启禀王妃娘娘，这些礼物都是王爷吩咐的。王爷听说您夜里需要点着香料才能入睡，便派人从宫中拿了很多顶级龙涎香和珠宝首饰，还请您过目。便多谢王爷了，放着吧。主仆二人寒暄几句后，高云福则把侍女遣散了出去，室内只剩下了姑侄两人。阿福，姑母真是为你高兴，本以为你选的是一条不归路，没料到竟是绝处逢生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。姑母，这一切还要多亏您帮扶。怎么会呢？这是你的福气，或许是你爹爹在天有灵保佑你呢。阿福啊，姑母是真心为你高兴。不过，姑母怎么了？阿福，你这么做是想报复苏晨那对狗男女吧？你可要想好了，你得把苏晨给忘了。姑母何出此言？姑母知晓，你这么做是为了报复苏晨背叛了你。可此事，姑母希望到此为止。毕竟侯府也不是好对付的。好在如今你嫁到了靖王府，太妃和王爷会替你撑腰。但姑母希望你能把苏晨这个男人给彻底忘掉。你们若是继续纠缠不清，王爷定会……姑母你多虑了，